大家好，我是不短小也很精悍的星辰 UP 主新人。2024年1月为了彰显皇家海军武德昌盛，英国前卫号核潜艇在美国佛罗里达海岸试射了一枚3x2导弹。没想到这枚本应飞越千里的导弹，却因助推器点火失败，扑通一声直接砸在了潜艇旁边。好消息是，相比于8年前试射3x时，戴英差点搞出炮打华盛顿的壮观景象，这次倒没这么乌龙。坏消息是，事故发生时国防大臣沙普斯和第一海务大臣本基都在前卫号上见证了这一盛况。由于前卫号已提前下潜，所以没被坠落的导弹击中。好家伙，这要是核潜艇被自己射的导弹砸沉，顺便带走2位军机重臣，那乐子可就赶超印度了哦！一时间，戴英饱受群嘲。土耳其晚报直接打出大标题：英国差点射死自己的大臣。俄罗斯1号电视台更是诛心，除了皇家海军的声誉，无人受伤。该台著名主持人斯卡别耶娃还在节目里给戴英上了尊号小不列颠，杀人还要诛心。是，我知道3月我刚表扬完戴英，但没办法，他实在太抽象了。转发加3连，这就是离谱。听皇家海军说。提到皇家海军，大家最先想到什么？全球首架拥有排水量的 F-35B， 还是大西洋海底的核潜艇阵，亦或是趴窝女王和断轴亲王航母群？之前的视频咱们曾聊过，由于霸凌屡见不鲜，薪资过于低廉，前途一片黑暗，地位人见狗嫌。即便以戴英能喘气儿就能当兵的严苛程度，近几年的皇家海军还是新兵招募数见穷，桃色绯闻满军中，提兵100万大洋上，人不足便船也空。为此不得不退役旧军舰，为新军舰众筹船员，去社交平台招募海军少将等等。在这里我必须道个歉，不好意思是我付钱了，因为戴英的抽象手段远不止于此。数据显示，从2010年开始，皇家海军已连续13年没能完成征兵目标。当然了，陆军马路也没好到哪儿去泰晤士报调查发现，按目前趋势，10年后陆军将不足5.2万人，规模小到一个体育场就能装下咋办呢？为了 Make British Force Great Again， 2012年，戴英专门找到外包巨头卡皮塔，签订了一份4.95亿英镑的招兵合同。遗憾的是，之后每年均未完成招募目标。卡皮塔对此解释道低估了该项目的复杂性。很快国防部决定从根源解决问题。为什么兵员越来越少了呢？都怪当兵程序太繁琐。咱戴英新兵从申请到训练需要等待321天，这还得了？既然如此咱可以打造个征兵网站，一键3连是一键当兵。2013年网站正式开工，在耗费足足52个月后，网站终于在2017年11月成功上线。此时预算已经超支近3倍，达到1.13亿英镑。花钱延期倒没啥，但问题是效果不能说啥用没有，只能说没有啥用在征兵网站重磅问世后，截至2018年3月，申请人数反而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3万人，图啥呢？图95眼看一计不成戴英国防部迅速想出了更适合英国宝宝的征兵体系，不就是没兵吗？请什么他们不来，简单投广告，我看那个未来的百大星辰就很合适从2018年开始戴英频繁刊登征兵海报，发布征兵宣传片，还精心设计了广告词：低头族，军队需要你和你的专注；游戏迷，军队需要你和你的干劲儿；自拍狂，快来当兵吧！至于征兵宣传片，那就更有创意了。2018年，英国国防部专门花费160万英镑制作了5坨征兵视频，其中一坨名为《保持我的信仰》，讲的是一士兵巡逻中途突然摘下头盔，放下武器，跪在小溪旁。其他军人则默契地关掉无线电，并坐在山坡静静等候。据说这是为了提升士兵的归属感。好家伙，你可是堂堂5常的职业军不是那什么呀？什么？美国的征兵宣传片是我有2个妈吗？好吧，那当我没说。别急，还有高手呢。为了广开兵路外包征兵的卡皮塔建议，虽然人数不能提高，但咱标准可以降低比如允许有明显纹身、花粉症或哮喘病史的人加入军队。不仅如此，戴英还曾高调欢迎 LGBT 人士入伍。更离谱的还是2024年，他们直接用堡垒之夜打起了征兵广告，含金量简直惊人
英军专门制作了堡垒之夜专属地图，并以此制作了一支宣传片。视频中呢，5位玩家扮演士兵，伴随着振奋的音乐，画面不时出现征兵口号，团结一致，你属于这里。甚至他们还准备组织网红带队比赛，创意倒是极好。但问题是，这游戏拥有大量未成年玩家，开发商 Epic 明令禁止游戏用于征兵，这种另类宣传招来了疯狂问候。但英，你难道准备用娃娃兵吗？在大批声讨声中，英国这才宣布活动取消。当然了，你要觉得带英军队一点门槛都没有，那也不对。虽然我带英缺飞行员、缺大头兵、缺船员，但不影响我搞多样性啊。2023年，英国天空气文爆料了一则友邦惊诧的消息。为了改善皇家空军的多样性，新兵选拔委员会接到命令，要求暂停审核白人男性新兵，以便更多的录取女性和少数族裔。更离谱的是，他们直接在邮件里将这些人描述为无用的白人男性飞行员。为此，皇家空军不得不给31个被驳回加入军队申请的白人每人支付5000英镑补偿。很喜欢比尔的一句话啊，我有一计，请小英静听。实在人手不够要不你就把国防外包给印度。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为啥带营3叉戟发射失败比印度布朗运动弹还轰动呢？因为作为唯二不具备陆海空3位一体核力量的5常之尺，由于带营国内找不到远离民居的合适土地建导弹基地，陆基压根儿不存在。为了节省军费呢，空投核弹的火神轰炸机也在90年代送进博物馆珍藏。自此3叉戟就成了英国核力量独苗，它甚至不如印度。而经常打导弹的都知道这个耗资150亿英镑的大杀器3叉戟2由美国洛马公司出品。对于这一国防基石，带营更是抽象频出。上一次试射是在8年前，幸运的是导弹成功点火，不幸的是导弹升空后突然降价，偏离航线直奔美国本土，最后自毁在华盛顿特区外海。可能有人要说了，人英国不就失败2次吗？那是因为由于单枚价格高达1700万英镑，带营总共就射了12发，而最近2次全部失败。不重要，这都不重要对于本次失败呢，国防大臣沙普斯索性汉服来附体这次事件重申了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政府对此有绝对信心。虽然发生了异常情况，但只是特定事件，对3叉戟导弹系统可靠性没有影响。作为英国国防基石，3叉戟仍然有效、可靠且强大。是首相撑不起我了，属于是So it comes back to Trident. When it comes. When it comes. If it works. If it works. What do you mean? Well, normally when new weapons are delivered, the warheads don't fit the ends of the rocket. That's what happened to Polaris, you know the sort of thing. Wiring faults, microchip failure. We didn't have the means of firing Polaris for some years. Cruise is probably the same. Trident might be too. But this is intolerable. We should take the manufacturers to court. 对了负责打3叉戟的英国4艘前卫级核潜艇也是重量级。2022年，在北大西洋执行任务的胜利号突发舱内起火，不得不紧急上浮。2023年，警戒号在大西洋深度计出现故障，导致潜艇意外下潜至危险地带，险些舰毁人亡。而2016年试射3叉戟差点干到美国佬本土的，正是另一艘复仇号。这次射个哑炮的主角，则是首舰前卫号。有效、可靠且强大。至于在核潜艇里研究造人，在海军基地拍片，我们之前都说了，没看过的观众可以去温习一下。2023年9月，英国摄影师希拉威尔在苏格兰克莱德皇家海军基地拍到完成巡航返回基地的一艘前卫级核潜艇，全身挂满各种藻类，舰体消音瓦，大面积脱落，简直能用惨不忍睹形容。此处有诗一首：帝国荣光何时了？军舰知多少？导弹昨日又扑通，皇军不堪回首大洋中。坚船利炮今犹在，只是列强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航母漏水断大轴。至于重振不列颠荣光的2艘航母呢，自然也不甘落后，秉持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这俩常年泡在普茨茅斯海港门口，不是锅炉冒了烟，就是船舱被水淹；不是大轴被装歪，就是飞机海里摔。那地儿现在都成了打卡景点。当然了，换个思路想呢，作为吉祥物放在港口，既能减少出勤节约军费，又能促进当地旅游业，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出路呢？但就这都做不到。
3月，我刚表扬过皇家海军，当晚价值30亿英镑停靠苏格兰码头卸载弹药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直接火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出门打素材呢。好在这次没有烧成熟人理查德。英国国防部宣称是小火，很快扑灭，并未造成伤亡，也没影响到航母弹药。但根据《太阳报》、《每日邮报》等报道，起火原因出在生活区空调，烧了5小时才完全扑灭，近100张床被烧毁，10名水兵需要治疗。而士兵受伤的原因是事发在周五晚上，部分水手喝醉了，没有听到起火后疏散甲板的命令，请各位把弹幕打在离谱上。而另一艘威尔士亲王号呢，自19年服役过去不到5年，拢共还没执行几次任务，便早早签了器官捐赠书，一度成为女王号备用零件包。此后被封存或被出售的消息一直没停过。根据今年2月的最新消息，英国最早可能在2028年做出终止服役或出售的最终决定。对了，虽然大家都调侃让印度买，但印度也确实组织专家团研究过，但即便3个发现这玩意儿没太大用处，放弃了。虽然弹营的现状比较松弛，但是皇家海军的心理素质弥补了这一部分，在国际军事领域异常活跃。近年跟着美利坚那是霸行中东斗胡塞，拖家带口窜南海，北约军演齐上阵，市镇带鹰荣光彩。2023年，英国派出一20多岁高龄的23型老奶奶护卫舰来南海威慑，让仅有20多艘056的海警茫然无措，生怕这军舰半路趴窝碰瓷儿。进入2024年后，弹鹰的钻石号驱逐舰又在红海忙得不亦乐乎，一度摆出天兵下场、手撕逆匪的架势。然后钻石号就被爆出缺乏向陆地目标开火的能力，舰上唯一可以向其他军舰或陆地开火的武器只有一门主炮。少见多怪了吧？其实早在5年前海军上将托尼爵士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时就曾提出，必须加快导弹采购进程，为英国军舰配备对地导弹系统。但自那以后，仅有1艘军舰临时安装了挪威的对地导弹发射装置，且尚未进行测试。也对，带鹰的国防策略是什么来着？来复习一下Bernard, what is the purpose of our defense policy? To defend Britain? No, Bernard. Is to make people believe Britain is defended. The Russians. Not the Russians, the British! The Russians know it's not. 行，老佛爷，隔壁法国人都要建新航母了。此处我有一联，上联导弹歪，大火扬，重铸不列颠往日辉煌。下联舰船旧，兵源荒，再续英吉利帝国荣光。2021年，英国军费680亿美元，与需要保养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相当，但英军规模才区20多万，航母在趴窝，军舰老掉牙，核武靠进口。我真的很好奇，弹鹰到底把钱花哪儿了？也对，前线军队只要招点人，随便训练就可以了，但国会老爷们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不过，你又不得不佩服英国人的乐观。2024年1月，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高调发布了一则宣战视频：和平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英国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英国军队将领导世界为自由战斗，必须在北约中发挥带头作用等等。也不知道是谁给勇气梁静茹吗？或许正如2024年美国杂志《国家利益》所说，当撒切尔夫人发誓要让伟大回归大不列颠时，她所领导的后帝国时代的英国正从国际顶端滑向次要位置。但一些英国领导人仍然梦想伟大。英国不应在航母上浪费宝贵的资源，他们应该造潜艇、2栖战舰和其他实用系统。如果伦敦不尽快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英国就会从一个中等强国沦为3流国家。回头再看100年前的那个日不落，如今女王仙逝，国库萎缩，朝贡崩塌，军队离乱，用坚船利炮叩开大清国门的列强，如今也有了几分大清的模样。历史也许不会重复，但总会压着些韵脚。